今天来嘗試一下这個海鮮吃起來怎麼樣？哇塞，超肥美的膏蟹也好了。這個蛏子裡面好肥啊！雪蟹腿剪短之後天塌了，把羅氏蝦都放進去。嗨，你吃過酸湯火鍋嗎？這裡有超級嫩的黃牛肉，非常香的貢菜丸子，打卡貴州特色的洋芋粑粑，以及這個酸湯火鍋的絕配黃辣丁。嗨，今天來吃個大的，來吃海鮮火鍋。給你們看一下這邊的海鮮，可以有鍋分盛。海鮮都是直接從後面養殖的水缸裡拿出來的。它這邊的價格是按照盤子的顏色來的，鐵盤的話是22塊錢，如果是會員的話就可以打68折。請記住這個知識點，待會兒是要考的哦。這裡都是貝類，大閘蟹、梭子蟹、膏蟹、紅花蟹，我的天哪，太豐盛了！拿一個雪蟹腳，條裡備注。我拿一個羅氏蝦。哎呀！你們有哪些想吃的嗎？天哪，這邊還有好多魚啊！今天是來吃海鮮的，肉類一律跳過。來個羊肚菌，在還沒到頭啊！黃盤是10塊錢的，綠盤就是5塊錢的。這雲霧繚繞的就是蔬菜區啦。快樂水不能少。拿了2輪菜，終於拿完啦。來複習一下，這個是我點的羅氏蝦，這個是雪蟹腿，這個是羊肚菌，這個是鳥貝，這個是膏蟹，然後這個是蛏子，還有令我很好奇的海星。網上說用這個清水鍋來煮海鮮，可以保留海鮮的鮮味。給你們看這個鮑魚，它有多新鮮，還在蠕動哎。打個調料，準備開吃啦！這個海星是要怎麼吃啊？整個丟進去嗎？對，你搞的話，你要吃這個位置可以掰開的，這個位置掰開吃裡面的那個。如果你在大眾上收藏打卡呢，你還可以另外贈送一個鮑魚。我剛點的那個鮑魚是免單的。先來看看這個海星到底味道怎麼樣。要把它塞到清水鍋裡，海星腳好硬。海星煮好啦！哦，好燙啊！這個好燙，太燙了。今天來嘗試一下這個海星吃起來怎麼樣？海星呢是要吃它裡面的這個籽的，然後要從這5個角裡面開始拆。裡面這土黃色的，就是可以吃的部分。把海星裡面的肉拆出來，它其實是這個樣子的，沾點醬油，再一大口吃下去。我個人覺得這個海鮮的味道還蠻奇妙的，很好吃哎。它的質感就像蟹子和蝦子一樣，有些蟹子的話，你不是咬開來會爆漿嘛？這個海星咬開來是不會爆漿的。羅氏蝦也好新鮮啊！這個羅氏蝦一定要用串子串着，是因為蝦其實還沒有完全死。如果你沒有串子，把它丟進去，蝦會在這個水裡面活蹦亂跳。天哪，這麼想起來是不是還有點殘忍了？這個鮑魚服務員已經幫我處理好了，只要丟進去就行。鳥貝也來幾個，還有蛏子。這個雪蟹腿真的是偏長了，有點礙事兒。蛏子也好啦，鳥貝也好啦。感覺這個鳥貝我煮的稍微有點老了。這個蛏子裡面好肥啊！竹蛏它肉質上很肥厚，然後吃起來有點脆爽，給好評。這個鮑魚真的很值。它超級大，口感上又很緊緻，很彈牙。我煮的剛刚好，拿海鮮醬油蘸了一下，還有一點點它海鮮的甜甘味在裡面。
給你們看看這家店的架勢，可以有這麼多人。現在是工作日的中午哦。把肥美的膏蟹也下去。可以確認的是，這個鳥貝我是煮得太熟了，有點老了。羅氏蝦也好啦，你們先吃。好肥啊，這個羅氏蝦。它裡面居然是膏，給好評。這個羅氏蝦也很值。來吃個雪蟹蟹腿。我覺得這個蟹腿我也有點煮老了，再來試看，待會兒。嗨，我是 Daisy， 如果你也喜歡這個視頻，歡迎點讚訂閱哦，這是對我最大的鼓勵，謝謝。哇塞，超肥美的膏蟹也好了。我到底要怎麼樣做才能夠優雅的吃一頓海鮮火鍋？這個螃蟹的蟹膏真的是吃的超級爽。它的蟹膏非常的肥美，然后它的肉质蟹肉又很鲜甜，真的是有一股甜味在里面的，强烈安利。这个蟹膏真的好爽，然后再来吃一个蟹壳。让我们来下更多的菜吧，把罗氏蝦都放進去。這裡的海鮮火鍋呢，有點像是潮汕的那種海鮮火鍋，就是白鍋底沾那種海鮮醬油。另外，在就餐形式上呢，又會有點像是大排檔。你吃的這個海鮮是從養殖的水缸裡面撈出來的，立馬就可以吃。甚至在這個海鮮下火鍋煮之前，它還是活的。雖然有點殘忍，但真的很新鮮。蛏子吃起來裡面還有一點膏狀的東西，非常的肥美。來吃個羊肚菌。這個羊肚菌不用多說了，它本來就很鮮美，又是從煮過海鮮的鍋底裡面撈出來，咬一口就會有海鮮的味道。我又沾了沾海鮮的醬料，又加了一層鮮味，很有層次感。用網上的那句話來說，就很 balance。我感覺煮了羊肚菌之後，這個鍋底有點變成菌菇的鍋底了。好碩大的雪蟹腿，有誰能救救我？服務員幫我緊急處理，去把雪蟹腿剪開了。雪蟹腿剪短之後天塌了，怎麼還有那麼多？再來煮個鳥背，我發誓這次不能把鳥背煮老。很呆，這次鳥背沒有煮老，超 Q 彈的。大口吃蝦可真是太爽了。酒足飯飽，那我們去看一下這一頓海鮮火鍋花了多少錢。這就是今天消費的金額啦，15塊錢的紅盤就是鮑魚，因為我打卡收藏，所以就免掉了。一杯可樂5塊錢，另外7個鐵盤和1個自選調料。我去前台加一個會員就可以享受會員折扣。是加你們群聊就可以會員是嗎？對的，微信掃這邊二維碼加會員哦，菜品6.8折。哦，好。增加163，導致113.72。支付報賬113.72。支付寶。Oh my god！ 加入會員之後，我打了68折。今天這麼一大桌的海鮮，一共花了113塊錢，連飲料都算進去了。我覺得加入會員的方式還蠻奇妙的，就只要你加入他們的一個微信群，你就成了他們尊貴的會員，你的菜單就可以打6.8折。王富貴海鮮火鍋推薦給你們。嗨，你吃過酸湯火鍋嗎？這裡有超級嫩的黃牛肉，非常香的貢菜丸子，打卡貴州特色的洋芋粑粑，以及這個酸湯火鍋的絕配黃辣丁。嗨，今天來上海的巨鹿路吃貴州酸湯火鍋。木姜子的酸湯火鍋據說很火，點個蔬菜暢吃，再來個酸湯，正常辣正常酸的，再一個貢菜丸子。還有個黃牛肉，再加上一個洋芋粑粑，先點這些吧。我待會兒還要加一份魚。剛剛點了9塊9的蔬菜暢吃之後呢，就可以來這個冷櫃前來選擇你想要吃的蔬菜，像娃娃菜呀、茼蒿、生菜、西蘭花，應有盡有。上菜啦！這是貢菜圓子、牛肉以及糖芋粑粑。這個蔬菜呢，就是剛剛從自助取餐櫃裡面取出來的。先來試一下這個糖芋粑粑，
首先它是鹹味的，其次它裡面是非常濃郁的油脂味，它裡面這個餡的味道有點像是土豆泥加了芝士，沾了一點辣椒粉之後，我覺得味道變得更濃郁了。貴州酸湯火鍋的靈魂呢，就在於它的自然發酵。它的湯底其實有蠻多種的，有紅湯底，有白湯底。我選的這個是紅湯底，它是用毛辣梨，就是貴州本地的番茄和辣椒來進行自然發酵。發酵完之後就做成了這個湯底。這個紅湯的另外一個特色呢，是加入了木薑子，它有點像是香茅和百香果做成的一種複合香氣。是酸辣味的，但是不是特別的辣。我不是很能吃辣，但是這個味道我覺得是能接受的。它這個酸有點果酸的那種複合酸，就跟米醋的酸還不太一樣。個人覺得是一種很新奇的體驗。吃正餐啦，來下點肉，貢菜丸子、牛肉一個都不能少。再把這個鍋底放到他們店家自製的蘸料裡面去，這應該也是貴州特色了。牛肉先熟了。它這個牛肉好嫩哦，我覺得如果單單從湯裡面撈出來直接吃的話，味道還是有點淡的。沾一下料，看看味道怎麼樣。它這個蘸料好特別，吃進來有一股草藥的味道，但這個草藥的味道又不至於很濃，把整個蘸料的味道給覆蓋掉，比例上面剛剛好。而且它這個牛肉超級新鮮，我也沒有把它煮老，蘸上這個蘸料，吃的已經有點欲罷不能了。這個貢菜丸子飄起來了，應該就是熟了的。嗨，我是 Daisy， 如果你也喜歡這個視頻，歡迎點讚訂閱哦，這是對我最大的鼓勵，謝謝。它丸子裡的肉好香哦，應該是現做的。裡面的貢菜絕對是亮點，就很脆。在這裡解釋一下，為什麼貴州人會無酸不歡？這個其實和歷史和環境都有關係。貴州自古是不產鹽的，它又是在山區裡面，如果要把鹽運到山區裡面的話，就會特別崎嶇，而且價格會很貴。當地人他們就想到通過發酵來以酸代鹽，酸味不僅僅可以用來調味，還可以用來儲存食物。不知道你們會不會有這種感受，就是冬天坐在火鍋旁邊，看着它咕嚕咕嚕冒泡，會有一種很幸福、很溫暖的感覺。再來下點蔬菜，多多少少都來一點。它這邊喝酸湯火鍋呢，其實正常順序應該是先喝湯後涮肉，然後再沾調料水。但是我一開始就忘記喝湯了。通過吃這個湯裡面涮好的食物，大概也可以猜到這個湯是什麼味道。這個是火鍋燙過的羽衣甘藍。我是第一次在火鍋店看這個食材。火鍋燙過的羽衣甘藍，它在口感上比青菜更薄，但是感覺比青菜更難咬開來。我感覺用來燙火鍋是不太好吃的，有些食物它用來炸制是有理由的。這個像是碩大的黃豆芽的，它的名字是叫做花生芽。真的很好吃，它比黃豆芽會稍微硬一點點，但是完全可以咬斷。你在咬它的時候呢，花生芽的汁水會爆出來，因為它比黃豆芽稍微會粗一點，所以它的汁水也比黃豆芽會多一些。我覺得很奇妙。這裡似乎能看到一些花生的影子，推薦給你們。我還點了個黃辣丁，據說這個魚和酸湯火鍋是絕配。不要看它長得有點醜，但是吃起來味道很好。它这個魚肉刺比較少，嫩確實是嫩，但是我感覺把它涮到火鍋裡面的話，會稍微有一點點腥。如果沾上那個蘸料，就感覺味道剛剛好。我又去自助區拿了一籃子蔬菜。這個酸湯鍋底用來燙蔬菜真的很好吃。這個糖油粑粑倒是冷了也是好吃的。
今天这一整頓吃下來，我覺得首先這家店是特別適合一個人去吃火鍋的，會環境很友好，你一個人煮着這個小鍋，有需要你掃桌上的碼就點菜就可以了。另外的話，它的性價比很高，一個人吃個火鍋，我花了100塊錢左右。我今天也算是終於吃上了貴州的酸湯火鍋，就真的很有特色，推薦給你們。